大家好，我们是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如果您在我们分享讯息中有所收获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支持鼓励慢好频道，期待慢好频道能在股海实战中跟大家一起获利共好。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访频道的新朋友，希望您可以将整部影片看完，这可以帮助您完整了解美债实战系列的逻辑。如果您是频道的老朋友，这集可以看到美债低谷的说明更新，再善用影片的时间轴功能，重点观看您有兴趣的段落。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11集，制作时间是2025年1月11日。美债目前仍在续跌中，亏损应该还会继续放大，曼大没有慌张，准备告诉大家我会怎么应对。这集我们先看对账单最新状况，接着分享曼大这波美债加码的反思。另外上集说到美债正二利率调到 6%， 我准备去美债正二质押，我会在应对策略中说明我如何逐步的解质押，而且不需用到 3.92% 的质押利率。近期美债停损潮开始涌现，影片中也会分享我的看法，希望我的看法以及我的应对方法能给您一些启发或者收获。面对股市波动的应对方法有很多，倘若您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好，可以用自己不紧张不焦虑的方法才是适合您的应对方法。先来看对账单，美债目前亏损100万，台股账目上亏损84万，美国透的亏损13万，加上借贷年利息约25万，美债目前总亏损约120万元。细看布局统计表，可以发现我们美债原型接近打平，主要是美债正二造成的亏损。美债正二亏损83万左右，由于美债正二没息可以领，压力会比较大，只要看错方向，除了我们熟知的正二波动损耗，加上复利偏移效应，亏的时候会跌不止2倍，当然赚的时候也可能赚超过2倍。近期可以发现，确实看错的话，亏损会不止2倍。以我最近一波加码元大20年美债正二及原型相比较，原型亏损 6% 的状况下，美债正已经亏损 23% 了。正二就像一把双面刃，必须小心使用，倘若使用不当，就可能受伤惨重。由于我走的是股债平衡的布局，美债目前的100万亏损可以靠股票部位补回来。我目前大概是股6债4的布局，以2025年总经趋势股债双涨，股优于债的总经情势来看，预期今年绩效应该不会太难看。美国及市场看好今年的经济发展，市场普遍认为缓降息趋势确定，因此虽然2024年降了4码，美债仍不受市场青睐，25年逐渐走向股优于债的布局趋势。先反思自己美债正二的操作缺失，我们用股市3大敌人贪、怕、没耐心来反思。这波美债的亏损主要就是败在第一点贪，如果这波我们不贪的话，美债亏损大概可以少掉一半。去年9月正式降息，降息后1年的数据来看，没有经济衰退的话，涨幅较小，可能只有 2% 左右，但是如果遇到经济衰退，涨幅有 10% 左右，所以我就把手上现金几乎全部押上，再增加了元大美债正二以及元大美债20年部位，约350万的部位，目前部位亏损 56.5 万元，倘若没有这部位的亏损，目前美债还未跌破23年低点。美债原型部位我不担心，倒是美债正2部分比较麻烦，所以反思24年底的美债操作，算是败在贪这一念。这一段话我先小结一下，美债仍然是我的防守部位，美债正二工具虽使用不当，但仍然是我会耐心持有的防守工具。只要美债正二没有质押利率的问题，即使它的报酬跟原型一样甚至较差，我还是愿意长期持有，走完这一个景气循环来验证看看。说完第一点败在贪念，进入第二点怕的部分，由于曼大也不是第一次看走眼了，人在股海走，不可能都不看错。简单列举曾看错的股票，信手拈来都朗朗上口，比如阿里巴巴、陆金所2只入股，美股的英特尔、台股的红木 KY、日友、庆生等等，其实多的是。不过我没有纠结在看错的股票，只要看对的比较多，整体是获利的，就可以长期的走下去。因为我已经找到自己的风格，以及曼大的长期稳定获利模式。接着我们谈第3点，怕这个点。谈到怕的话，谈的是怕看错，不敢重压，这部分要透过持有 ETF 或者大量做功课才能克服。以我的资金量来看，只要单档压注超过100万，对曼大而言就算是重压了。目前我透过大量做功课，已经用台积电 ETF 上克服不敢重压这个点了，所以怕亏损这一点，可以透过大量做功课和安全性较高的 ETF 来解决。耐心的话，确实对一般人而言是非常难克服的一个重要关键。我发现想快速获利的板友股民很多，幸好曼大我在8年股海经历中，已经有抱住8年没卖的经验。耐心可是我在股市获利的重要关键，只要没耐心，有时间压力，就相对容易犯错。一旦能克服耐心问题，
胜率可以立马提高非常多。上集影片中有提到，我近期操作美债的大方向，美债原型我不会变动，美债正二，我预计等机会减码降杠杆。有版友看美债20年殖利率达到 4.7%， 认为会是非常棒的买点，因此在 4.7% 时买入美债正二。如果近期的操作，我建议版友考虑买原型美债加质押，一样可以做到杠杆的效果，但是有稳定债息可以领，比较能耐心等待美债的复苏，加上没有波动损耗，心理压力会比较小很多，请供版友参考使用。另外加码美债策略，我会建议凑着每跌 5% 再加码。我上集影片中有提到，我认为这波透的低点应该在89元，我在92元时就开始建议身边朋友凑着90元以下再加码，每跌 5% 再加码，不要太急住加码，否则很快就会把子弹用光。如今已经快跌破85元，倘若版友85元以下有加码到，下波加码，就耐心等待80元以下再加码，一来可以更有效降低持有成本，二来避免子弹太快用光。最后想分享给版友的经验是，不需要纠结一定要买在最低点，只要美债涨幅再起，没有买在最低点根本没关系，买多少才是重点。上集说到，永丰证券在今年7月的时候，美债正二质押利率还在 2.5%， 因此我加码美债的资金有188万是用美债正二质押而来。我近期正在解美债正二的质押，由于正二波动比较大，只要没有用正二质押，除非股灾来临，否则要遇到补钱维持率 140%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。之前认为美债正二波动不大，相较50正二的波动，在24年8月5日的一天跌 20%， 美债正二的波动还算小巫见大巫，所以美债正二质押利率 2.5%， 我也用了美债正二质押再买美债。上集也说到，永丰证券很没道义，续约质押利率要从 2.5% 上升到 6%， 最新消息是调成 5%， 相较元大证金的 3.92%， 质押 5% 代价实在太高，所以我计划将美债正二质押转移到元正，逐步解掉永丰美债正二质押，用时间来耐心等待美债反弹的空间。目前已还掉第一笔52万，剩余136万美债正二质押部位，一笔是1月24日到期的79万，一笔是3月24日到期的57万，我预计用增值的股票再质押出来，维持住 2.88% 的质押利率，牺牲一点维持率，将美债正二的质押部位全部解掉。我不再建议美债正二的选项，但是我也不建议在这时候停损。美债能下跌到这个位置，在降息循环中，上涨空间可见，下跌空间有限，这时候停损美债正二，砍在阿呆股的几率非常高，建议耐心再等1年，用多1年时间，耐心等待反弹，待下波美债正二反弹时，再考虑换到原型美债或头等债，继续帮我们再挖打气。我们慢好频道会陪伴着各位一起走过美债的低谷。以目前市场状况来看，要迎来下一波美债大反弹，没有1年的尺度耐心，怕是会等不了就停损了。投资债券用年的尺寸来看，才是比较合适的。我们知道，2024年9月18日开始降息，没想到降息搞得跟好像升息一样，降了4码。结果10年期公债殖利率升息4码，立马迎来美债的大回落。现在市场一片哀声四起，开始担心通膨再起，我倒是一点都不担心。一来是川普是很优秀的商人，我们相信他会把美国公司顾好，美债也是美国重要的资产，相信他会设法拯救。另一方面的看法是，既然我们引颈期盼，盼了1年多，终于盼来的9月降息，推测美债应该迎来大涨，结果美债却是从降息开始一路下杀，这非常大程度的原因是提前反应，而现在美债市场早已提前反应缓降息，甚至会提前反应升息。我们也不能排除，一旦真的迎来再升息，或许一升息，就跟美债降息走势一样，反而迎来美债大爆喷也说不定。以上是玩笑话，其实追根究底，市场总是会前反应，只要看好趋势，耐心的等待才是正轨。我始终相信，今年期间，美债肯定会有迎来反弹大涨的时候。市场一片看好今年的经济，倘若市场迎来意外的黑天鹅，有布局美债防守部位的，就有机会把美债部位作为现金，在股市低档的时候，转换布局到股票市场中，不怕意外的黑天鹅，才是布局美债部位最大的功能。短期来看，美债在华好像是输家，不过明年回头来看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如果是料得到的波动，根本算不上黑天鹅，大家都看不准的波动，才是市场真正的黑天鹅。用制作这集时间点来结算，美债从最好的时候重赚120万元，到现在亏损120万元，来回计算是240万元。呜，我的240万元，你自由啦！这波景气复苏从2022年底至今已经迈入复苏第3年，正式进入三牛一熊的牛市第3年。
接下来的1到2年内，我们有机会迎来下波中期回调，或者中型股灾。一旦遇到大盘回荡超过30%，可以采用三角形买法，逢低加码，跌越多越买多，买越多赚越多。只要大盘回荡超过30%，搭配着国安基金的进场，通常1年后回头来看，待市场回归到正常时，我们在股灾布局的部位，至少能有翻1倍的绩效表现。期待版友都能把握股灾，掌握到财富重分配的好机会。最后，再谈一次大人哥的好观点，复利拐点，也就是复利的爆发点。对多数人来说，刚开始工作时的人力资本会占总资产的绝大部分，随着工作收入逐渐变现，这些钱会拿去投资变成金融资本，慢慢往老年退休靠近，人力资本会逐渐归零，退休时改由金融资本来支撑退休生活。这就是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转换过程。我的投资报酬率不算高，人财富累积的真正原因还是持续累积的工作收入。不过没有投资的话，光靠本业收入累积真的很慢。我们都知道，当金融资本到达一定程度，投资复利就能进入爆发点，也就是复利真正发挥效用的时刻。许多人觉得复利没用，是因为到达复利爆发点之前，要花很长的时间，长到让多数人都已经放弃。但是本金到达一定程度，就会启动复利爆发点。爆发点是指获利忽然向上爆发的情况，这很容易理解。我从2016年存股至今8年，因为我有足够的耐心，所以说获利算是不错。随着投资能力的进步，已能跳脱高殖利率股的舒适圈，开始有能力挑战成长股的范畴，也破除一定要追求被动收入的迷思，知道总报酬才是正解。我投资获利的金额已经快追上我在本业存到的金额，很接近1比1了。我目前的总资产中，已经有接近一半是靠投资赚来的。投资初期真正重要的是本金，一旦有了本金，本大利小利不小就随之而来。希望您明白工作收入的重要性，提高工作收入，增加投资的本金，专注本业，持续学习理财知识，在投资理财道路上越来越好，真正理解复利真正的样貌，共勉之。最后，曼大来帮您重点回顾：第一，美债需用年尺度看成果；第二，美债正二质押利率高，所以不建议使用正二来质押；第三，本大利小利不小，本金部位非常重要，投资部位大小是获利多寡的重要关键，投资朋友不能不知道。我们认为，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，有美债部位的投资朋友，代表有居安思危的意思，或者资产部位相对大了，只要黑天鹅来了，我们美债部位就是加码现金，可以持续的卖债买股上车，把握住财富重分配的好机会。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内容了，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再来讨论。谢谢，下期见。